中共的美人计太厉害了，虽然原始，但是它很有效啊。百万雄兵拿不下来的阵地，一位美女就能轻松搞定。就连这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核部署，这种顶级的绝密情报，也被一位27岁的中国美女轻松获取。但凡事它总有个例外，就有这么一位中国美女，在获取情报的同时，她给自己加戏，那结果一不小心玩脱了。除了鸡飞蛋打之外，她现在面临的命运是什么呢？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7月12号，周末咱聊两个中国美女间谍的故事。第一个玩脱了，而第二个人家是赢了个大满贯。咱们先说第一个嘛，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非常俗套的仙人跳呢，但是最近发现不是。我想连美国的 FBI 他也看走眼了，要不是真正保他的人出现，谁知道这玩意儿他居然还有中共的后台呢？咱们把时间轴拉到这个今年的年初，在华人圈也好，在美国的政商圈都在流传一个八卦，这八卦基本上都属于那个下半身的事了。那就是在2022年，有一位华尔街的投资大佬，他叫做魏斯理，这家伙不是一般人，还拥有英国的球队和美国球队，在华尔街呢属于政商吃得开的人。他既为共和党捐款，也为民主党捐款。一般是美国顶级富豪都是两头下注，你看这资源顶级了吗？他呢在2022年的领英上收到一位叫索菲亚罗的女士的邀请，主动加好友要跟你聊聊。第一次约见面呢是在咖啡厅，第二次也是在外面，而第三次我看了时间轴已经到了2023年的6月份，就直接进了这位女士在曼哈顿的公寓了。那你想想，为什么不在酒店呢？因为它不方便偷拍，你公寓里边摄像头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当年这位64岁的卫斯理跟这位46岁的罗昌利就进入了一个深入的床上交流。当然咱也人可以理解一位64岁的人碰上一位46岁的，中间差了18岁，他不得好好表现一下吗？你各种招式下来我想怎么着也得折腾了半小时。他哪知道这一举一动都已经被拍下来了。按照时间轴以为这事儿结束了不是。到了2023年后期这位女士就想要发展成情人关系，或者说呢再进一步能不能走向家庭，我是你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我很仰慕你就开始这个感情攻势了。因为这位卫斯理他以为就搞了个一夜情就结束了呢，因为作为20亿身家的人，他不缺女性，而且即使要找，恐怕也不会找一个40多岁的大龄剩女虽然两人有共同的什么环保什么政治话题，但那个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他不愿意让她成为自己的太太。这位女士一看你不上钩是吧，然后呢他去检查了一个 HPV 咱也不懂那个好像是这种病毒感染呢可能会促成这个宫颈癌之类的东西他就怀疑是这个卫斯理你传给我的，现在我要钱。一开始要多少钱呢？要了650万美金，而且先打了100万，这100万已经到了罗女士的账上了。但后来这罗女士觉得，既然你很爱惜自己的名声，在政商两界你不希望你那个在床上的镜头遍布天下吧，干脆玩个大的。所以说他把这些信息发给了这位司理的前妻、现女友和他一些重要的商业伙伴，就是说如果不给钱，他当时要多少钱？要了12.14亿，你看看几乎是这家伙的一半身家，那就看你要自己的名声还是要钱了。
这富豪也觉得气不过，因为他也有一些关系啊。跟你原来的检察官和退休的律师朋友啊，退休的法官朋友说这事儿你被敲诈了，这个属于联邦重罪，报警吧。后来他报给了 FBI。那你要问为什么他不让那纽约警方侦办呢？因为呢，纽约警方干不了，这属于叫联邦敲诈勒索的重罪，这10几亿啊，必须得联邦 FBI 来管。可能这段时间啊，这位女士发现啊，这风头不对呀，本来要钱了，不联系了，她就觉得啊，有可能是报警了，赶紧跑吧。所以说，在2025年的6月14号，她买了一个单程机票，要尽快飞回中国。当然了，目的地先选的香港，在机场啊就被 FBI 直接拿下。拿下以后啊，她不认罪，在法庭上啊，他认为自己是男女关系，哎，这属于是你情我愿的事儿，这不是敲诈勒索。但是这 FBI 在他家里呢，尤其是在厕所里就找到了偷拍的手机，而且里边有这位男士的照片。但是人们发现这玩意儿不对呀，姿势不对，再说呢，感觉有点这个重影。后来发现啊，是把这位卫斯理的面容 P 成了那里边那个男星是另有其人。所以说这事儿坐实了。你第一个联邦敲诈勒索吧，第二你销毁妨碍执法嘛，这事儿坐实了以后能判20年最长。现在啊，人们可能仍然以为是大龄剩女敲诈了一位富豪的故事，但是真正的反转是最近到了2026年，既然你法庭不认罪啊，陪审团认为他有罪，在开庭之前，他可以申请取保候审。这个时候，他那钱呢已经被冻结了，包括那100多万，有的已经打回他中国的那个账户了。所以说得找其他人交这50万美金的保释金。你先把首付的10万交了，你猜猜他是怎么暴露的呢？给他交这10万美金的是星岛日报驻纽约的这个总经理，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分社主任吧，姓梅啊，好像叫梅贡昌吧。这人们就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位梅先生啊，他在2021年就已经被美国政府要求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整天发那个东西呢，都是为老共歌功颂德的，都是讲美国如何如何差。因为这个星岛日报呢，它虽然创立于香港，但后期啊，左手倒右手，最终现在的控股股东已经是中共的代理人了。所以美国已经看透了，你天天给我讲斩杀线啊，讲这个中国多好，讲中国故事，你这就是外国代理人呢。所以你看这10万美金啊，是中共出的。这时候人们就搞清楚了，原来这位女士啊，她本来是要完成任务的，目标很明确，打入纽约的政商圈子，获取情报，甚至说掌握对华政策，你能不能去游说？因为这富豪和政界勾得很深的。但是呢，他感觉46岁了，自己可能也升不了太大的官了，倒不如在搞情报的同时捞一笔。你看这不就是玩脱了吗？现在面临的结果最长20年的刑期，如果他认罪的话，可能能判到7到10年左右。然后呢，美国国籍也许能够保留，但你出来他就面临一件事儿，有没有可能被上边给什么咔嚓了？那不就等于是灭口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咱们在持续关注。刚才这位罗昌利他有非常明显的中共国安特务的特征，那就是玩的特别开干活的同时给自己搞点好处。以前的这种案子太多了。今天我聊的第二个案例呢，是一位27岁的女士，她呢干成了，而且呢是几乎全身而退。当然了，时间关系咱只能放到下期再聊了。我呢喝杯咖啡，一会儿咱们回见。